网购狂欢，岂料买到假货。我说飞利浦怎么会有10字的螺丝呢？打开就看吧，假的，100%是假的。主张维权，却又步履维艰。我不吭声的话，他会继续再让更多的消费者蒙受损失。我这个人就在这方就有点较真。消费者到底该怎么办？飞利浦的话，假的是不处理的。你不能说使个半年，怎么是个假的呢？就说作为我们最后执法人员，没办法约束他。追寻假货之源，今日说法即将播出。陕西西安经营手机店的江先生，在2016年双11网购狂欢的热潮下，上淘宝网买了一把促销的飞利浦剃须刀。本以为自己借着电商节捡了个便宜，不曾想此后的半年多时间，他为此费尽周折。我就冲着这个牌子去的，他就说他是飞利浦。他说买完后用了1个月，感觉到就是刮胡子，刮有点拔胡子。我感觉到不对啊，结果到客服去了一下，当时他就是你这假货。而在之前，江先生曾就剃须刀的品质专门问过网店的客服。聊天记录显示，2016年11月17日，江先生问商家：“肯定是行货吧？”商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是的，请放心。”当时他是在网站上看到搜的一个页面，就说是飞利浦就是飞利浦的标志，他是正品专柜。商家再三确保专柜正品的聊天记录，在江先生看来是一份对他极为有利的维权证据，但是他没想到商家根本不认账。来骗我钱的人，认为我钱是那么好骗的，就为自从这句话特别生气。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现在尤其是年轻人特别喜欢在网上购物，但是网上的店那可不计其数啊，大伙儿是怎么选择的呢？那主要是参考网店商品的这个好评率。在淘宝的平台上，消费者能直观地通过红心钻石皇冠这些标志来分辨店铺的等级。现在江先生跟这个商家是各执一词，记者专程在淘宝上找到了这家电动剃须刀正品专柜的网店。这家网店是一家钻石级店铺，开店2年间，店铺的好评率高达98.89%，各方面评价都远高于同行。这样一家各方面数据都相当优越的店铺，真的会售卖假货吗？由于时隔太久，江先生买入的那款型号为 PT725的飞利浦剃须刀已经下架，目前店里只有另外2款型号的飞利浦剃须刀。为了一探究竟，记者当即购入了店内正在出售的2款飞利浦剃须刀。商品到货后，我们带着未开封的快递，找到了位于北京的飞利浦维修服务中心，试图对所购的2款飞利浦剃须刀进行真假鉴别。有一个消费者买了那个飞利浦的剃须刀，然后就觉得这个剃须刀有问题，我们想来看一看是不是假的。您可以拆，因为这是我买的。刚一开封，其中一款剃须刀便无法正常工作。是没电是吗？还是？有电。我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它不转，这是让我不明白的。你看插进去，这也不行。是只要打开了就知道真假。对，可是我们这专用的螺丝刀是打不开你的机器的。这是专用的呀。因为飞利浦的螺丝跟别的螺丝是不一样的。在求助了里面的维修人员后，最终用普通的10字螺丝刀打开了其中一台机器。要10字的肯定。咱们专业打不开，所以我刚才就犹豫了。我说飞利浦怎么会有10字的螺丝呢？打开就看吧，假的。第一个板子这个不对，这个电池是2节的，我们是1节的。那这是我们是1节的。那有一个真的给我们看一下吗？我们现在有这机子吗？没有这个。没有机子。对。那这2个都是假的是吗？它这个呢，应该呢就是说了，旋转以后能够这个刀架是落下来的，这个死的了，这个拿不下来。就肯定可以断定它是假的。这100%是假的。在得到飞利浦的维修中心官方鉴定的假货结论后，记者当即通过电话联系了卖方。
我来那个维修点说我的那个剃须刀是假的，不可能，我们发出去都是正品的呀，肯定会检查好了的才会给你发出去的。但是不管检不检查，现在我是明确了到飞利浦的维修点来说是假的，两个都是假的。你因为一直发的也确实证明，我确实没遇到过这个情况。你最好把东西放回来，我们这边检测一下，看到底是不是问题。即使是在事实和证据面前，网店老板依然反复强调，他从未遇到过假货的反馈。江先生认为，真正激怒他的正是商家的这种态度。客服就说，一般好多人就没有这精力去维权，鉴别假冒东西就扔掉了。如果我再把它扔掉，我不吭声的话，他会继续再让更多的消费者蒙受损失。我这个人就在这方面就有点较真儿。因为和商家多次沟通无果，江先生便向淘宝平台进行了举报，希望淘宝平台的介入能还自己一个说法。从外观，淘宝网站说是假冒，应该3倍的赔偿，我也不需要这个赔偿，我只需要一个正确的我需要的那个剃须刀就行，我要求不高。因为已经超过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时限，淘宝网平台的客服人员通过电话告诉江先生，需要他提供4类证明之中的一种，说明所购商品为假货之后，才能帮助他退货退款。最为简单快捷的便是出具卖家承认自己售假的聊天记录，也可以由品牌方、厂家出具鉴定真假的官方凭证，或者是质检部门出具的质检报告，以及工商部门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听到这4个条件时，江先生认为，想要证明这款剃须刀是假货并不难，即便卖家不承认售卖假货，还有另外3条路径可以选择。他再次来到离家30公里的飞利浦官方维修中心，希望能有品牌方给他出具一份书面的凭证，帮助他向淘宝网维权。到飞利浦客服，他说是假冒东西，但不给我出具任何凭证之类。为了一探究竟，2017年的3月15日，我们跟随江先生再次来到了西安飞利浦维修中心。假的不处理，因为它不是飞利浦的产品。飞利浦的话，假的是不处理的。西安维修中心的工作人员建议记者给飞利浦上海总部去个电话，因为只有总部有权利出具鉴定报告。随后，我们拨通了飞利浦上海公司的客服热线。我今天已经到咱那个西安的客服维修中心，他已经告诉我这是假冒伪劣产品，但是淘宝网上就要一个凭证。是不是我们的产品，我们能直接告诉您，但是呢，开具到相应的您那个证明的话，我们这边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在江先生的再三要求下，西安飞利浦维修中心的工作人员最终只愿在江先生网购这款剃须刀的发票上写明“假冒伪劣飞利浦”字样，并且盖上了飞利浦官方的图章。但这样的证明并不符合淘宝规定的书面证明要求。记者在北京飞利浦维修中心了解到，公司之所以不给消费者个人出具官方的鉴定结论，主要是因为难以对后续进行监管。一旦个人对鉴定商品进行调包，将会带来更多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我们只对这台机子出证明，那么这个如果在用户手中，我们无法就是证明后面这个证物会不会调换。那如果用户想说我把这个机器放在您这儿，然后您帮我封存，这有可能吗？这个我们不可能。为什么？我们不是执法部门，我们所以就是说了，封存不代表不具有法律的效应的，对吧？那么只有就是说了，你这个东西封存在工商或者法院作为证物，那么就是说封存了 ，OK， 我们针对这个为什么要先期我们先拍照？那么就是说了，法院需要我们出具的时候，我们要再核对完了以后，把这些资料要提供给公司，公司才会给出具相关的鉴定证明。飞利浦的这种拒绝态度让江先生很不舒服。我认为，作为一个知识产权保护者，像这飞利浦它维修中心，它应该有大家意识，应该去帮助消费者。我感觉他们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对于江先生的指责，西安飞利浦维修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感到很委屈。那你看那个价格明显差得很大，你还要买，那肯定就是要不就是假的，要不就是其他肯定不一样。飞利浦的工作人员跟记者解释，江先生在淘宝网上花费198元买到的 PT725 型号的剃须刀，在飞利浦官网的定价是749元。它那个货物价格有时
那个优惠特别大。你太大也不可能大到这个地步。这个刀头的话是原装进口的，它这一个刀头的费用就是95块钱，3个刀头下来就200多块钱。您觉得一个什么样的价格的降价幅度是合理的？就是上下幅度不超过100块钱到200块钱左右，就和正品的价格。对。江先生本身是从事手机零售业的，他告诉记者，在手机零售行业的确存在低于制造成本的促销情况，所以他认为一部分商家会借着双11的网购热潮低价清理库存。当时我说你是不是真的？他信誓旦旦说肯定是真的话，是没有经过中间商，还有200多的也有，但是那网上就没有原价的，全都是打完折的。我感觉到这个价位应该有可能在同样质量情况下，作为一个消费者肯定是选择价位低廉的。江先生认为，在电商时代，不同地域和不同渠道的货源会带来价格上的千差万别。就拿记者购入的这款型号为 YQ6008 的飞利浦剃须刀而言，飞利浦官方的售价为330元，但这家电动剃须刀正品专柜的网店售卖的假货价格为138元。这样的差价在江先生看来属于合理范围。在飞利浦品牌方碰壁后，江先生按照淘宝为他提供的下一方案，找到了自己所在的西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长安分局，希望质监局能给他网购到的这把假剃须刀出具一份质检报告。就是网购的东西牵扯产品质量的纠纷，应该是工商局管，流通领域。咱质量监督管理局呢是生产领域。比如说飞利浦剃须刀，你会发现说这个厂家是为窝点在长安，我们属于质检局属地管理，那么我们会组织人力稽查队人员会把它打掉的。在这个有没有那个技术性的指导，是鉴别的这个东西真伪？省质检院市质检院应该有这方面的技术能力，但是到分局是不能鉴定，分局是个法律执法单位。虽然找错了地方，但江先生明确地知道，省市一级的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可以为他出具官方的鉴定报告。可是接下来的询问很快就打消了他的兴奋。这方面有一个规定的，基本接受的是新品检验，不检测旧物。你不能说使了半年，怎么是个假的呢？但是不用怎么能知道它出问题呢？那除非你是一个职业打假人，专门去买了它去鉴定。当然，作为维权来讲，我们很难，作为很难受。但是我觉得从公正性来讲，检验机构出具报告很慎重，我认为非常有必要。你怎么才能够证明这个东西就是原品呢？谁举报谁举证，你要自己证明。江先生的这把假剃须刀，除了不具备送检资格外，繁琐的取证流程和相对高昂的鉴定费用，也会让一部分消费者打消维权的念头。你觉得这样一个价格的产品，你会一直为它战斗下去吗？倒并不是真正为这个剃须刀，主要为想维持这个环境，想能维持能让大家能更放心一点，主要目的在这块。网购碰上假货，几番维权却四处碰壁。是谁藏身网络背后生产销售假货？记者寻找真相，追寻假货之源。今日说法继续播出。按照淘宝给出的几种维权路径，江先生认为唯一还存有一线希望的便是求助工商部门。在此之前，他就已经拨打过西安的12315。西安的工商部门告诉我在哪里买的，我当时告诉他们在淘宝网上买的，他们就告诉我必须打杭州的那12315，在2月17号左右打过，2月20号回到短信，他是已经立案。但立案之后还有没有新的进展？立案后隔了1个多周，我就再打电话，他们还在处理，就这样一直没有结果。到底工商部门能否为江先生的这次网购提供官方的假货凭证呢？3月15日，记者又陪同江先生来到了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长安分局。投诉只能投诉一个地方，你投诉已经受理了，咱们就按照余杭分局那边给你进行处理。目前应该说是第三方平台，因为这是在网络上，第三方平台因为他在网络上，他的信息他了解的东西最多。作为我们工商部门来说，一个方面，我们就是建议消费者到淘宝进行投诉。为啥？因为他自然人第三方平台也有权利，也有义务
去管理他的网店，自然人网店。他在淘宝签协议的时候，他有押金。假如说你这个诉求，他们淘宝一看是真实的，或者是合法的，他们就可以用那个押金去质押金去给你赔偿。记者带着自己在淘宝网上购买的假飞利浦剃须刀，专程来到了淘宝位于杭州的总部，找到了负责售后的淘宝客服。他们平时的工作是专门解决消费者与店家之间的纠纷。那他来联系我们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假货凭证，所以在当时那个情况，我没有办法判断这个商品是假货。由于记者提供了官方认证的2款假剃须刀的完整视频证据，在我们采访的当天，淘宝就将这家售卖假冒飞利浦剃须刀的网店关闭了。当记者进一步提出希望可以查看这家店铺的相关信息时，遭到了淘宝的婉拒。淘宝表示，他们有责任保护商家和消费者双方的隐私。那这个卖家有过多少次在历史上售卖假货的交易？就这一个商品，因为它的成交量并不大，所以投诉的量其实也并不多。就今天虽然他卖的是假货，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100%保证，就是购买了所有的消费者都会来投诉这个店。我们会有一套我们内部的管控措施，这个具体的措施不太方便透露，但一定是会有。对，而且不是一个手段，会有多个手段。那么，这款给江先生带来如此多烦恼的飞利浦剃须刀，到底是谁在生产，谁在售卖？这家网店是如何运营的？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开始按图索骥，独自寻找答案。首先，我们按照商家给出的退货地址，专程来到了江苏省泰州兴化市船厂路32号，试图找寻那位叫王建的收件人。船厂路32号，应该就是这儿。这看也没有门铃，有人吗？哎，你好，你好，这地方有人住吗？没有。出租房啊？出租房。这不是当地人住的是吧？我刚见过有人的。很长时间看不到人了。这里有没有住一个叫王建的人？王建，不认识哈。您知道这个船厂街32号原来住的是什么人吗？王建搬走了啊，那个搬走了。原来是一个公司是吗？它生产什么东西您知道吗？不知道。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记者对这间房子的四周进行了勘察。这里好像现在不像有人居住的地方样子，因为这空调都已经锈蚀。从这个窗口看进去，应该是很久没人住的样子。这里还有一个欠费停电通知书，船厂路32号。这是截止到2016年9月。随后，记者在周围邻居中得知了这套房子的一些信息。你好，请问那个对面这个船厂路32号现在有人住吗？我们刚才敲了半天门，没有人。我家没人住。没人住啊？这很久都没看到有人在这出入了，是吗？原来这住的人多吗？哎，弄有快递，弄有那里。哦。周围的邻居没人能说清楚这间出租屋里曾经住着谁，做的是什么买卖。为了更好地了解情况，在一位熟悉情况的村民引导下，通过电话，记者找到了房东许先生。提起自家船厂路32号的租客，许先生在电话里满是抱怨。是差您什么电费？欠了1个月200块电费没交。好，谢谢。电话里，许先生告诉我们，之前他的确把自家船厂路32号的居民楼租给了一位叫王建的租客，因为拖欠电费，去年年底对方就已经退租了。如今王建搬到哪里，他也不得而知。随后，记者又通过快递单上依稀可见的发货地址兴化市南亭路255号，试图找寻自己购买的2把假剃须刀的发件人王丽。这是南亭路255号吗？有一叫王丽在这儿吗？王丽认识吗？不是，因为我们买了一个东西，发货地址就是这个地方，南亭路255号。
王丽，您是王丽吗？王丽啊，没叫王丽的干嘛？在通过沟通后，记者了解得知，兴化市南亭路255号是一家经营不锈钢生意的老店，在这里既没有叫王丽的人，也没有飞利浦剃须刀的踪影。这个就是仿冒我家的地址，跟我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就这么简单，这个没什么问题。这个剃须刀你们这儿也从来没有？我们没有。为了进一步找寻王丽和王建，记者通过圆通快递找到了收取这份包裹的快递员高强，希望通过他能了解一些线索。你送的是吧？这个件儿？是的，是的。你是上门收的货，还是他送来的？他送给我的。他每次找我记都是下午的时候打个电话给我，然后送给我这样。就你在什么地方，他送到？对，有的时候是女的送给我，有的时候是男的送给我。你从来没有上过他的门？没有。哦，其实他都不写的。但不写地址能寄吗？是不能寄啊，因为那时候那个北京要开粮，我必须要写地址。我说你必须要写地址，不写地址我们是不让收的。我要看到他身份证。身份证是叫什么名？是叫王丽吗？王丽，他拿了一个王丽的身份证。他每次写都是写这个地址，必须要写寄件地址，他就写这个地址，就写这个。那您知道他是干嘛的吗？做淘宝的呀。他说那个剃须刀，有的时候说是皮带啊什么东西的。几经波折，找不到生产商和销售商，假货究竟谁来买单？谁去处罚？由谁监管？追寻假货之源，今日说法继续播出。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德良教授，欢迎刘老师。你好。你看啊，这个消费者整个一圈啊，包括我们的记者的体验啊，这一圈下来，最后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的解决。那就是万一我们在网上真的买到假货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宿命吗？就只能办到这个地步了吗？那这个呢，确实是我们现实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反应。如果说一个有自我保护意识的一个消费者，在拆封这个包裹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能够录像啊，或者是照相啊，把整个过程给它录制下来，发现比如说这里面的这个物品明显呢，这个是属于这个假的，对不对？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以这个证据为基础，然后像比如说淘宝啊或者京东啊，他们的投诉机制啊，来直接在线投诉。因为我们在网上购物的时候，他这个货款并不是直接打给这个卖家，它是一个打给这个支付渠道的。那有可能我们当时不能辨别它是不是假货，就像这个飞利浦的剃须刀啊，你拿到人家检测中心，人家一看这个螺丝不是我们的，人家能看得出来，或者是你用了一段时间才能看得出来。那个时候商家说你可能掉包了，我又拿什么证明呢？对，比如说这个剃须刀，它的这个大体的形状，比如说通过照相机或摄像机把它给固定下来，那么至少以后举证的这个责任应当是由商家来举证。调包没调包的时候，这个也有了商家来进行举证。连收发货物的快递员都不知道这些假剃须刀的出处，这也是电子商务时代各地质监和工商部门同样面临的困扰。它本身也是取证来嘛，对网购这个新生事物，我想工商局或者质检局，他这些年也都在研究啊，在这个方面呢，就是直观的监管比过去难了。作为执法人员，我们去到实际去检查，就是给淘宝上他留的那个地址去检查。目前面临的是很多经营者、自然人网店，直接就说啊，我有事呢，我忙着呢，就把你这个情节就拒之门外，咱就最终就是找不到，啊，就是说作为我们最后执法人员没办法约束他。在一部分消费者的观念里，电商平台就类似于一家开在互联网上的百货公司。对于入驻商家售卖商品的真假情况，理应由百货公司来监管。一旦消费者买到假货，百货公司应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就这个问题，记者专程采访了阿里巴巴首席治理官郑俊芳。消费者呢，很多时候是在于难点是在于没办法判断这是一个真假。坦率的说，就像阿里巴巴这样平台，我现在做不到很快速区分这里边哪个是假货。真假的判断很多时候是只有权利人，比如品牌方才能做。有的权利人呢，可能他在国内根本都没有负责做这方面支持的团队。那有的权利人说，我要打假，怎么打，在哪里打，是我有自己的商业策略的，不一定都会很积极的来配合。郑俊芳表示，这些年他们一直试图去建立一个打通消费者和品牌方的合作鉴定机制，
但苦于在淘宝平台上有10亿以上的商品，种类庞杂，涵盖方方面面，很难让所有的品牌在入驻淘宝前都能进行真假甄别。找马云嘛？您觉得马云？你现在我找到你假货了，你搜去吧，你反正钱多的是。不是为什么您觉得应该马云管呢？就是马云的卖东西的不是马云，马云的口才滔滔不绝的，他应该肯定会有很好的解释，我们不会。2017年3月14日，马云向全社会公开呼吁，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希望能够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以及调动各职能部门一起联手惩戒制假者。江先生最终未能在60天期限内得到杭州工商部门的回复，在淘宝的调解下，他更换了一款新的飞利浦剃须刀。如今，他依然对其真假存疑。我们记者在采访阿里巴巴的时候，掌握了一组数据。2016年这一年，阿里巴巴一共排查到的制假售假线索是4495条，案值均高于目前刑法所规定的这个5万元的起刑标准。但是截至到目前，确认有刑事判决的只有33例，而且这33起案件当中被判刑的47个人里，有37个人还都是缓刑。我们未来的这个制度设计的时候，要加大这个制假售假这个违法行为的成本。还有一个呢，我想与我们诚信社会构建相一致的，也就是说，对于这些违法行为呢，要把它列入失信黑名单的啊，那么让他以后。一旦在这里边违法以后，他以后再也其他地方的经营活动或其他的这些行为都要受到严格的限制。据我所知，我们国家现在正在搞这种网上的这个 EID 的那种啊。那么在这种技术背景下，那么一旦比如说你张三儿，你这个在淘宝平台上你卖假货了，那么将来的时候你的身份证走到哪里，将来再上网，你就怎么样，你就在黑名单里面，所以。你下一次都能查询到你曾经卖过假货。对，然后你甚至你坐车干什么东西，你很多的行为都要受到限制，所以这样的话的违法行为的成本就比我们现在的法律责任的这种成本还要大得多。我想可能这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方向。其实上网购物也好，实体店购物也罢，商家必须诚信经营才能留住消费者。网上购物平台也是一样，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购物网站那是五花八门，竞争也非常激烈。但最终能赢得消费者人心的，才能走得更远。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刘老师参与演播室的讨论。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明天见。